记录百万时光，我是推王特，欢迎到最新的一期砍价简评。今天呢，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就是眼前这款来自优图魔玩工作室最近刚刚现货的古谋首款原创牛头怪骷髅素体。虽然是素体啊，但是这一次的配件依旧是给了一个比较惊喜的武器。这边是主体部分收缩的倒是挺厉害，不知道展开之后有多高。然后这边是这个类似于为了部落的这个大图腾柱，看起来是非常霸气。那么话不多说，直接来看。好的，本次牛头怪骷髅素体的展开状态就展现在大家的面前了。可以看到啊，从脚底到这个头顶的高度呢，是差不多22到23公分左右的水平。如果算上尖角的这个高度，是超过了25公分。个人觉得算是目前优图魔玩工作室我自己玩到过的、出过的最大的一个素体了。可能也有孤陋寡闻啊，因为毕竟之前工作室出的产品确实是非常多，但这款玩具呢展开之后，确实是有一种把这个压缩文件解压的那种感觉啊，突然一下放得很大，整体的观感是非常霸气的。再来看这一次的这个图腾柱，这次图腾柱呢，我们看一下啊，上面两头都是做了这个铁箍的这个铸造感十足的设计，然后本身没有什么可以嵌套的机关，目前没有发现预留的这个彩蛋啊。整体的这个风格是很有土著萨满的那种感觉，有点让我想起早年间我玩炉石传说的时候，那个萨满这个职业召唤出来的各种图腾柱啊。这个图腾柱呢，它主要是利用这边的可动手掌，然后夹持在身上或者说扛在肩上，整体的观感呢非常的厚重，而且坠手感也很足。待会儿我们看一下整个素体的把持力道怎么样。刚刚说的身高数据可能大家没有感觉啊，我们这边直接拿出这个 Mobile Legends 经常客串的小蜘蛛 Spider-Man 做一下身高上的对比，可以看到蜘蛛侠，最近天气热了，这些玩具都不太好站啊。蜘蛛侠身高16公分，然后这边的这个牛头怪素体，牛头怪骷髅素体可以，反正它只能到它这个胸椎的部分。那如果说拿他们自家产品来做横向对比的话呢，就更加夸张了。那我首先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猴子素体，来自百元夜行系列。然后这边呢是古柱素体，这两款玩具呢，一边是这种侏儒型的，就是半身人的这种身材，另外一边呢则是模仿的矮人身材，它骨架比较宽。你可以看到啊，它的这个两个素体呢，身高方面甚至不如它的武器。如果再拿出稍微高大一点的角色，比如说狂暴鬼兵系列的这个古狂素体，而且还是一个全装甲的状态，可以看到呢，身高方面还是高下立判。而且顺带一提啊，狂暴鬼兵身上的这些装甲的孔洞呢，也同样可以去沿用到这边的这个牛头怪素体身上。反正装甲嘛，越多，然后再去穿搭肯定是比较好玩的。虽然说髋关节还有这些股骨关节呢，基本上都已经面目全非了，完全形态的这个升级转化，然后重新定义，但是该有的肩胛骨上面的孔洞有所保留，那可以发挥的空间就比较多了。各种安插的这种装位，或者说之前跟大家去介绍过的这个红罗马的这些装备也都可以套用在这款玩具身上，只是在搭载头盔啊，或者说一些细节上面，它可能跟之前这个素体有所区别。那聊了这么多呢，我们就仔细来看一下这款玩具的颜值或者说细节方面。首先头雕它是有一段这个开合的，而且可以开得非常非常大，那足以像这种丧尸暴龙兽一样啊，丢一个口炮的那种感觉都是没问题的。然后呢，我们通过折叠这个根部的球形关节、球形和转轴关节，你可以看到呢，这个牛角方面你可以摆出不同的造型，比如说往下垂、往上走，有点像死神那边牛头医护的感觉，没有问题。而整体的这个骨骼颜色的发色，它是属于这种暖黄色的那种色调。怎么说呢？通过这种自洗，还有这个干扫，以及把这种粉末喷到这个素体上面，给它一种风化的或者说
风尘仆仆的感觉，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厚重的。稍微有些可惜，我是觉得就是眼眶或者说眼窝的部分，如果说把颜色再加深一点，或者说我后期把颜色再涂的更深一点，会让它整体的立体感就是更加跃然纸上一些。稍微有一些可惜啊，但是我觉得问题不大。因为本身是自洗，再加上这个干扫的这个工艺啊，我个人觉得呢是把整体的模具还有刻画的这些细节体现的非常的彻底，个人是非常喜欢。肋骨方面或者说整个核心部分，其实还能看到一些这个骨柱素体，就是矮人素体的影子啊。但是其实为了提升这个肩胛骨的可动，以及把这个倒三角还有这种魁梧的身形体现的淋漓尽致，这个地方的设计呢算是非常创新的。你可以看到啊，用到了2组，一边各用到了2组这个圆球形的转轴关节，而且这个转轴关节的把持力度是非常强。通过2片类似于肩胛骨的这个骨质化的铠甲嵌套，一边呢可以做出这种类似于蝴蝶关节的前后摆动，同时呢这个转轴还兼具这个旋转的功能，可以通过这些角度做出一些非常夸张的这些动作。反正我觉得这个关节是完全够用了，而且在造型上面也是把这款玩具的背部的这个厚重感给加长了一些。同时呢，如果你喜欢摆出一些比较佝偻的，或者说稍微猥琐一点、更加怪兽化的造型反正这个背部的这个结构呢，也是可以帮到你。左右2节的这种脖子可动关节，目前也是在优兔魔玩或者说其他所有的类骷髅化素体的玩具里面第一次出现这么丰富的这个脊椎可动。然后手臂方面的话呢，这一次呢，因为完全新规的肱骨还有这个耻骨和脑骨，整体的这个曲肘幅度呢是又进一步得到了提升，反正已经快接近90度了，仅凭一个单关节就直接实现，我觉得还是非常厉害的。手腕外摆能收加旋转没有任何问题，每根手指呢它是有2段的可动，而且再加上旋转，所以说呢可以摆出很多很酷的抓握的这个动作。胸腰关节这边呢，可能是我觉得比较不满意或者说比较难以接受的地方，因为所搭载的这个武装是非常沉重的一个大柱子嘛，所以说我是希望它的这个胸腰关节能够更加紧实一点。也可能我个人中奖上面胸椎的部分的紧实程度我觉得是还有把持力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到了这个腰部和这个髋关节连接的这个时候呢，虽然不会大风车但是你可以看到在镜头面前我随便一拨它就会晃动。这一点呢，对于站柜党或者说要摆出一些比较极限动作的朋友来说并不是特别友好。髋关节这边呢也完全升级了，球形关节再加上转轴的一个新规的连接件，这个连接件呢除了上下的可动360的旋转之外，更加固了它本身的这个把持力度。所以说呢，这款玩具四肢方面还有整个胸椎方面都是非常紧实的，但唯一就是让整个关节的或者说整个一体性变差的部分就是它的这个髋关节，甚至让我萌生了把这个髋关节粘死的冲动当我在吐槽这个部分的时候呢，我又会看到它非常性感的这个尾部结构。尾部结构呢，明明这么小的这么细的这个部分呢，还是做出了多段的可动。而且呢，这个球形关节虽然说颜色方面呢就是没有说完全的统一，但是至少在观感上还是非常和谐的。整个旋转把持力度还有这个可动性都是非常牛的。再来就是这边的这个腿部关节，之所以能够去收缩或者说压缩，就是因为得益于这个反足关节，这个反足关节设计的真的是很好，紧实程度以及比例方面拿捏的都非常合适。我这边通过这个反足，然后摆出一些，比如说这个牛头怪、骷髅牛头怪、匍匐，然后准备蓄势待发这个动作，我觉得其实摆的也是比较自然，放在你的柜子的前排也依旧是比较好看的。那跟其他的这个角色进行对峙的话，甚至我可以感觉到这个
后期做一个魔化版的因为已经有了悟空了嘛，还有猴子了嘛，所以说做个牛魔王也不是没有可能，对吧？而且这个牛蹄子虽然说面积不算特别大，但是整个厚重感和配重让整体的这个站立性，即使武汉现在温度比较高很热的这个情况下，也没有说松软的这个问题。只要说你把2只手放在它的这个大蹄子面前，然后前后左右稍微调整一下，它这个重心还是非常好拿捏的，整体的这个把玩手感是非常不错的。接下来就是搭载武器的环节。武器方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让它这个直接扛着这个图腾柱的，有一种就是以力破巧的感觉。但是整个搭载的过程呢，需要一点小小的这个技巧。当然你双持的话呢，就会比较简单一些。我在镜头面前做的会稍微有些挣扎，但是你自己在把玩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挺好玩的。至于说你放在地上，然后做一些比如说这种待机的战斗 pose 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轻松的。整体把玩下来，我玩了这个素体大概半个小时左右。虽然没有尝试搭载这个全副武装的武器但是总的来说的话，如果说能够改善它的目前的这个腰椎的状态的话，我觉得这款玩具的话，我会给到差不多9.5分的高分。但很可惜目前这个腰部关节呢，确实当你用它这个夹持的方式去夹住这个图腾柱的话，它整体的这个腰部的旋转或者说松软的这个问题会空转的这个问题就直接解决了。但是问题就是在于你单独把玩这个素体的时候，如果说上半身的甲胄比较重，它依旧会出现类似于大风车的这个空转现象。总的来说，这款玩具我会给到一个9分的分数，因为确实原创性，然后还有这个造型以及整个可动度，在把玩手感上以及这个体裁的这个惊艳程度，确实让我眼前一亮，也算是继之前狂暴鬼兵系列以来我最喜欢的一款来自优图魔玩工作室出品的玩具了。那今天把玩分享就到这边，我是头条 Hunter， 下期再见，不见不散，记得关注这个频道，拜了个拜。